Hello， 我是那個大叔，很高興又來到我的遊戲頻道。今天繼續來玩全軍破敵戰錘3。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是我依舊使用的是暗精靈哦。其實仔細一看，他做的還不錯誒，他的頭髮都有做出來。好，我們來開始介紹一下我方這邊的陣容哦。首先呢，我方這邊前面一字排開，這邊全部都是長矛兵。那這邊有混雜的，第二排是兩隊的納加倫德黑衛，然後有一隊蒼涼劍士，這一隊是錢算的不是很剛好，所以產生出來的。那後方呢，三隊的單手弓。那剛剛有看到一隻血骸蛇妖，那這些都是這個配置，主要就是為了反大，這個也是為了反大，因為我覺得，這場對手這邊應該是很多大型單位居多。那領主呢，帶的是黑暗系的術士，這邊看一下就是黑暗之力，然後這個冰寒之風以及毀滅閃電，這一招真的還不錯，只是詠唱時間有點久。那這邊我方外面還有配了兩隊的冷溪騎手，主要就是也是為了看上他的反大破甲能力啊。因為我們這場的對手是巴托尼亞，我原本以為騎兵應該會很多，結果竟然是走步兵的。然後我們這邊來看一下長矛兵，然後這中間這兩隊就是長戟兵啊，然後中間還有一隊戰鬥朝聖者精英版本，這是很可怕的輸出單位。現在看到這個狀態已經是來到54，這個非常的可怕。然後後面還有4隊的弓箭手。有一隊是普通版本的，剩下3隊是會讓人家中毒的。這個就一看就知道不玩好心眼吶、啊！中毒會減速，還有減攻擊，非常討厭。然後旁邊還有2隊長矛兵，應該是要保護弓箭手的，我在想。然後外圍一隊這個騎兵，他是馬弓就對了，這個我不喜歡，很討厭。然後這邊有一隊飛馬騎士，這個真的是很中規中矩的啊。巴托尼亞應該會出這種東西，因為我覺得這個真的還不錯用，因為你空軍就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。然後那最後對方也有帶炮兵啊，野戰投石機，遠程破甲，不過它的命中率我們等等再來看看吧。那最後呢，來介紹一下對方正中間的組合哦，有點誇張。首先先看到這個是領主，他是一個重甲反大領主，而且他也有帶着盾牌。不過呢，他沒有騎乘任何東西哦，這就有點可惜了。因為步兵領主還是很容易被卡位，你只要單位稍微多一點，他基本上就不用動，被卡住就很麻煩。然後這個綠騎士就是非常討厭，這個單位真的蠻強的。雖然說不要看他沒有護甲，不過他本身是靈體。第一是主要是有這個永不潰散，然後再是靈體物抗其實加很多，所以這個綠騎士通常來講可以站到非常的後面，除非你一開始有對他有針對性的攻擊，要不然通常來講他可以站到中盤。在最後面在最後的時候，他有時候会發揮出奇效。然後這個是一個近戰破甲的專家，這個感覺就是個矮人吶、啊。好，那這邊還有一隊聖杯遺骸哦，它主要是這個它的魔法光環，就是一個範圍性的圖騰就對了。它主要就是用來加一些狀態的。
好，我們來開始進入戰鬥吧。其實聖杯一海我真的不常用，我們巴托我真的比較常出比較多的騎兵，然後排他的騎兵的那種陣型去衝刺。這個血骸蛇妖衝得太前面，他衝太快了，導致被擊火。我們看一下，其實後方出很多弓箭手的也是很可怕的玩法，很多還沒有交戰就已經被射成殘廢了，而且這是你想躲也沒辦法躲。不過你飛馬這樣子下來，你確定穩妥嗎？這邊一口氣有3個隊伍是在圍着你哦，而且他這邊一直在點我方的長戟兵啊，這個非常難過。好，我這邊直接從樹林裡面衝出來，有閉眼的。然後這邊對方的隊伍也稍微有點亂。好，首先我先放了一個法術下來，先針對這個農民工，我們看一下，一發下去非常漂亮，對方士氣基本上就沒了，而且血量只剩下25%，這個法術直接帶走一隊，漂亮。然後在這邊就是一個衝鋒下去，對方差不多減少50%。然後直接白旗投降，逃走了。这邊領主也是要做事，直接先撞對方的炮兵，讓對方炮兵啞火。但是，也非常快的就發現到，所以派了綠騎士過來。你看綠騎士砍我方領主非常痛哦，這個扣血速度非常快哦，很可怕。那後面就是盡可能的用單位去切住對方啦。然後騎兵也是把對方的弓箭手給撞爛，他這個時候其實是可以打的哦。雖然說表面上好像是我方是在這邊作戰，但是其實他這個炮兵其實是不算在近戰，所以他還是可以繼續投彈。好，我方領主被打退了，剛舉了白旗，不過現在又回來了。他現在要去做其他事。因為那個綠騎士打得真的太痛，好，這邊不小心騎兵在走位的時候不小心被長矛兵卡住，這時候就要想辦法一直拉，反正盡可能的去拉開就對。只要長矛兵沒有停下來去攻擊你，你其實都有非常有大機會可以把自己給拉走。那弓箭手解決完過後，當然要幫前線一件事情，要從後面去撞對方的單位，撞對方的屁股就對，然後去反覆去衝撞拉扯，這就是騎兵常常需要做的事情。騎兵需要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。好，這隊炮兵也是這樣子衝撞一下就結束了。然後我方的領主跑到太遠的地方了。為了去追對方弓箭手，不要讓他回來，跑得太遠了。這個英雄其實就沒差，他基本上速度很慢。現在騎兵現在拆成2個方向，因為我發現對方有開始在回線的跡象，所以就開始往回了，盡可能想辦法把對方追掉。好，我們看一下這邊主戰場這邊，基本上剩綠騎。這邊剩下綠騎士，那綠騎士要打他又很辛苦，他的血量其實還是蠻多的，算蠻健康的。還有領主，這個領主就被血量真的扣蠻多的，這個狀態就不是很好。不過其實沒差了，因為剩下這一隊長戟兵跟他打，其實也沒什麼勝算啦。好。這邊撞上這個英雄，其實有一點虧啊。這個英雄他是反大英雄，這時候是打算撞一下就跑，撞一下就跑。因為面對這種步行單位，其實你騎兵其實優勢蠻大的。我們看一下這個法術下來，算還可以啊，我覺得算還可以了。
畢竟對方是英雄單位，總不可能一發下去，對方直接白旗投降吧？這就有點過分了。對方現在目前基本上都剩下領主跟英雄單位，農民工也差不多。我這邊有派去追，反正就慢慢給他消耗。我已經不打算了，不打算再去做過多的處理。這邊這個騎兵保留到現在，血量還算是蠻健康的，非常的好。這個保留的非常的完整。然後對方的馬弓骑兵也開始切入近戰哦，他彈藥都打完了，不過他的生命也快消失了，就对了。這個被圍着，等等就不見了。哦，漂亮！這個血骸蛇妖他有做出非常多的貢獻，看他彈藥有打了快一半了。哦，綠騎士現在這邊是混戰圍毆他的狀況，可是這時候血骸蛇妖其實基本上能拉開會比較好，就是用其他步兵單位或是骑兵單位去包夾他，然後讓血骸蛇妖在後面去做射擊。好，這邊已經盡可能的想圍剿他，他還是不想放過我家的蛇妖啊。然後這時候就稍微繞位一下，要這樣子去穿我方的單位，那這樣子對方就非常容易被卡住，然後卡住過後你就可以回頭射擊了。不過這個時候對方應該只剩一個單位，那我們這邊就加速過去好了，畢竟剩下就只是做一個圍毆而已，那就這樣子把所有部隊就是圍下去，然後打着他大概就會輸了。其實這樣看他真的算蠻难撐的，這麼多圍剿他。這一場的巴托就打得很不巴托，我是這麼覺得。當初原本想說應該會有個3至5隊的騎兵單位，所以我出了非常多反大。結果對方竟然是玩步兵，然後很多弓箭手。其實很多弓箭手的話，我覺得要處理也非常好處理就对了，只要靠着這些騎兵去衝撞他們，很快就拜拜。因為他们主要都是比較低階的農民工，雖然說數量有極大的優勢，但是非常的不經打，基本上只要來回衝撞個1次2次，差不多就會潰散掉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影片所有的內容了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幫我點個讚，並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個大叔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